色。今天要来谈的是庄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庄子这个人？庄子呢，他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算是一个哲学家。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庄子呢，他有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户人家，他们家历代相传有一个很特殊的护手霜。这个护手霜呢，它呢是可以让你冬天的时候擦在手上，就算在冰天雪地里面，你也会非常的手也不会皲裂。然后呢，就算你直接去碰触那种冰雪，你的手也不会冻伤。这种很特别的护手霜。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个护手霜，因为他们家都是代代相传它的配方，然后呢，他呢就只是把它用大概1000块钱，然后卖给别人。远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呢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听说有这个特别的护手霜，他就去跟他的那个一国之君跟他说：“嘿，君王，我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士兵呢不会在冬天的时候呢，手呢被冻伤，然后呢可以运作的非常好，打战就可以赢。”结果呢找了这户人家，然后跟他说：“嘿，你们把配方卖给我，1000万跟你买。”然后这个家庭呢，他是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他非常的 shock。然后呢，他呢就是觉得说，哇塞，我好多代可能都没有办法，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所以呢，他就把配方送给对方，最后还送他2条护手霜。结果呢，那个人呢，他回到他们国家的时候，跟他们君王就说包在我身上。后来呢，他君王呢，果然呢，他们打战，然后呢，去冰天雪地的地方打战，结果他因为擦了那个护手霜之后呢，他手不会皲裂，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他们的士兵也不怕，然后后来他们就赢了。最后呢，君王呢就册封这个人为他们国家最棒的将领，然后他也获得了很多的钱，超过1000万。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庄子，然后我把它改编了一下，用现代的话就是护手霜嘛，就是所谓的不君首要。不君首要，它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意思是说呢，当你呢拥有了很多的那个很棒、很珍贵的一个才能，可是呢，你没有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上，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想过说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运用，你就把它给割舍给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损失非常的大。然后也要相信说自己呢，在自己的那个身上是有独一无二、无法被他人取代的才能，这就由我们去探索了。如果那户人家他有去发现他们的护手霜跟别人不一样，那他就不会只是每次只赚那1000块的一条。这个就像是在佛学里面有一个故事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乞丐，他呢每天都去乞食，然后说大家给我一些钱吧，每天去乞食。结果呢，他算不错的是，他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有钱，他又想要帮助他的这个好朋友，可是他又知道他这个好朋友可能会因为面子的问题不敢去跟他拿他要的东西。这个人呢，他就把他的那个衣服里面放了一颗很棒的金子。那个金子呢，它是可以让这个乞丐从此以后都不会再担忧生活上面的事情。可是呢，因为这个好朋友他也知道这个乞丐他的个性，所以他就也没跟他讲。后来呢，他就去忙他的生意，然后那个乞丐还是每天都去路上去跟人家祈祷，拜托，可以再多给我一些。然后呢，就每天是祈祷，每天都在想着他下一餐要去哪里，然后甚至有时候没得吃，可是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衣服突然就变重了，原来里面缝了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他的好朋友呢，忙生意，跨国生意，忙完之后回到家，然后才发现，奇怪，我那个好
镜子，这个镜子可以让他衣食无缺，可以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每天去跟人家祈祷。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跟刚刚的不均属料一样，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是由我们去掌控的，然后呢，我们的才能都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早就已经有了这个 app， 所以要由你自己去发掘。那请问你的 app 在哪里呢？